我叫江景书，1个小时前我还是个熬夜赶稿的网文作者。我叫苏爽儿，1个小时前我还在录吐槽视频。那个叫江景书的作者怕不是个恋爱脑，写的个什么呀？现在我和我的死对头作者一起穿书了。我手机呢？手机去哪儿了？我百万账号怎么办啊？这不是我刀吗？这是要有奇遇吗？我的屁股！他是我认识，他是那个甜宠短剧里边的男主，魏国侯府世子魏渊。喂，路边的男人不要紧，轻则娶你，恩将仇报；重则害你家破人亡啊！而且看这开头，是在这破败山神庙里，那不是剧就是虐文。你把他救了，他把你娶回家，会把你琢磨死。不仅有他，还有他的白月光、朱砂痣、他姐、他娘、他妹，还有……哎呀，我不信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哼！再说了，你没有看过那个短剧《捡个世子当赘婿》，里面的魏渊就是一个宠妻狂魔，而且他还有钱。有钱。你可真不挑，红国5000万热度以下的剧我都不看。检测到特殊体质属主，绑定成功。新手任务：处理魏渊。A. 救主。B. 抛弃。C. 击杀。请选者。谁？选择男主，稳赚不亏。斩草除根，嘎了他！任务丰富。断了，够生命值。这系统怕不是个残次品吧？难道是因为双宿主太少见，把他 CPU 干烧了？从属计算，属主行为，偏离阈值。关你是不是残次品，我要选 C。不能改。短剧里边，他因为受伤失忆，然后遇到了他的小医女，2个人可好磕了。驾！魏渊就在这座破神庙里头，抓着他，赏黄金1000两。我记得短剧里面这边没来这么快啊，他们看到魏渊死了以后就全撤了呀。给我杀！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可是格斗达人。2个小丫头片子，敢私藏朝廷重犯！齐徽官爷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，我们不认识他的。想从我这里拿人，那先问问我的刀答不答应。等等，他这时候不是应该拿魏渊去换黄金1000两吗？先问我手里的刀答不答应。倒也不用行如此大礼吧。给我杀！Double kill！
大哥，这娘们儿是个硬茬子。还有谁？太邪门了吧！快跑！姐妹儿，你太厉害了，加油！滚啊！这就跑了，这也太怂了吧！唉，爽文套路撑不起我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下雪了！不知不虑在脚下跌跌撞撞，今宵之梦在指尖缓地流淌，明天的路任你我共赴岁月悠长，今夜明天向远方。他好像醒了。有钱还不丑？谢谢。江景书，你别忘了系统任务了，我们选的 C， 嘎了他，斩草除根。哎呀，嘎人不仅臣妾做不到，太后你也做不到啊！而且刚才你还让我带他跑，做人得前后一致呢，不然嘎不嘎的太血腥了，凭他也过不了审。凭他凭什么不让我过审啊？他如果不是好人的话，分分钟让他见太奶。太奶？18岁太奶？多谢二位姑娘。不瞒二位姑娘，在下的太奶，早已离世了。你先给我交代清楚，是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被人追杀？我知道，他是掌握了太子的罪证，被太子党追杀。亮脑不许抢答。这位姑娘，这位姑娘所言不差，在下正是魏渊，多谢二位姑娘相救。魏公子，这个我们千辛万苦救了你，你不得报答一下？先敲一笔，然后再嘎了他。理所应当。二位姑娘持此玉佩，可去城中锦银轩兑取白银1000两，全当在下谢礼。我不要玉佩。为什么不要玉佩？不要玉佩，难道等他以身相许？这玉佩是个麻烦，谁拿谁被追杀。魏公子，刚刚你也听到了，你值黄金1000两，你总不能为了少付点赏金就自降身价，把黄金变成白银，这不太好吧？实不相瞒，以在下现在的处境，二位全都看到了。你不要难过，你只要相信，只要你肯想，事情一定会比你想的更糟糕。姑娘所言，在下有些不甚明白。不过，请二位姑娘放心，你们和我在这荒郊野外，难免失了名声。在下，是魏国侯世子，待我回到府中，定会禀明父母，纳你二人进府。江景书，听到没有？不是要娶你，他要纳我俩。你一个网文作者，知道纳怎么写吧？冷静点，说不定这是古代人说话的习惯。我习惯个嘚儿！他就是看我们两个女子好拿捏，两个来路不明的女子捡回去当妾，
又不用负责，算盘打得我在巴黎都听见了。让你左右右抱，让你恩将仇报。你把他打死了。那现在好了，我们还怎么抱大腿啊？不是我打的，坤子自己打的。再说了，他死的不是挺好的吗？不然你等剧情不全部都变成宅斗了。我一个宅斗文写了300万字的网文作家，我还怕宅斗？就凭你恋爱脑女主啊？那些绿茶五花八门的招数，不都是我写出来的吗？新手印直接发布，就注本系统无法识别当前剧情为甜口或虐文，建议手主自行协商，完成任务奖励1万两黄金。1两黄金，1000块一颗，1000块黄金，好多钱啊！苏爽儿，你听到没有？救出就1万两黄金，他那现在嘚儿了个屁的了！死了？怎么会死了？刚送你们来的时候他还说话呢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是刚刚那些刺客真的太猛了，我们两个实在保不住了。你还说都怪你啊！有奖励为什么不早点说？还让我们去选破 ABCD。我的黄金啊！给我，还给我！没了，都没了。陈烨，这又认识啊？园区里有魏府的暗卫，误吃死忠。那只能这样了，你们准备准备，带你们回去。我不懂，魏渊不会死，我要等他醒过来。舍生忘死穿越剧，不获黄金终不还。我也不会去，我坚决完成任务。二位姐姐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？刚才在庙门外听见你们在哭郎君。郎君啊，1万了！万一你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你演技还真不错。这还要演吗？谁丢了1万两黄金，不得哭得肝肠寸断呢？石子，世子如何成这样？还有气，没死啊！太好了！公子刚刚被一群坏人追杀，追到崖下后又惨遭补刀。那石头我是蹦蹦砸呀！那些坏人还说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你亡。合着都是他该死。我数呢，他们一共打了18下，我们费劲巴拉把他救来这破庙里，没想到那坏人还是追了过来。终究是我来迟了呀！二位姑娘死，郎君啊，你一直昏迷不醒，我连个身份都没有啊！其实我表姐她是魏公子的红颜知己。哦，既然是二位姑娘救了世子，既然如此，就随我回府吧。世子丧事不宜耽搁。
人设记好了，柔弱、痴情、救命恩人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没有机会，别瞎准备。反正我只负责翻白眼和说实话。书上说，装模作样一阵子，荣华富贵一辈子。这侍卫看起来可不好糊弄。不怕，就按照剧本走。正所谓三人行，必有三人。等到了侯府，你就看我即兴发挥吧。前，同泽夫人。我已排任通传夫人，二位稍后。这国侯府安保漏洞跟筛子似的，我去看了一圈下来，至少还有8个潜入点。去，现在是柔弱模式。就是你们救了世子。是。这姨娘长得倒是慈眉善目，不过虐文里的姨娘长得再好也是帮凶。抬起头来。民女江景书见过夫人。苏爽儿。听说二位姑娘救了渊表哥，只是，二位这打扮倒不像是寻常的村姑。村姑？谁告诉你我们是村姑的？你听你表哥说的吗？你可不要瞎听什么大实话，我们可是正经读书人家的女孩子。夫人，太子听闻今日侯府入住了2位身份不明的女子。事关世子安危，殿下十分关心。多谢太子殿下挂心。这2位姑娘是渊儿的救命恩人，老身已经查明。夫人心善，但口说无凭。照我大梁律，凡身份不明入住勋贵府邸者，须由东宫卫帅带走彻查，以防奸细混入。查户口都来了。东宫卫帅。听着像保安公司啊！还请夫人行个方便，下官将人带走，查明无误，自当送府。若老身说不呢？那下官照例行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热闹啊！李主官，这是要在我老哥哥府上按哪条律办事儿？免礼。嫂子，今日下朝早，顺路过来看看渊儿。再到侍卫，立于内宅。看呐，还是吵架？侍郎误会，下官只是奉太子之命。太子之命？大梁律第3卷第7条，涉及君侯府人员核查，当由刑部、京兆府联合督办，东宫卫帅无权单独拿人。下官只是先行询问。询问？拿着刀询问吗？
李大人，随我到刑部走一趟，咱们把该走的流程走一走。刑部批文下来以后，你想问谁问谁。不敢劳烦侍郎。不敢？正好，我要去问问东宫卫帅手怎么伸到君侯府里来了。下官先行告退。多谢王侍郎解围。嫂子客气了。这二位就是救了渊儿的姑娘吧？命你江景说，苏爽儿。好胆魄。嫂子，渊儿怎么样了？太医查过，说渊儿脑中尚有淤血未清，已送至清风院安养，还需些时日。我已派人去北境寻访名医，方才只是太子不会罢休。老身明白。二位姑娘近期莫要离府，若有急事，可派人去刑部询问。告辞。这2位姑娘就安置在主卧的东厢房。是。要我说，刚才那个王侍郎来的也太巧了。不巧啊！王侍郎是我义父。你有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从那个窗户进来的。大晚上的来这干嘛呀？今天早上，飞哥传书给我义父，跟他说东宫的人可能来找麻烦。你义父一个3品官，这么打太子的脸，就不怕被穿小鞋啊？穿不了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太子肚里能撑船？义父是大皇子当派，太子动他就相当于再捅马蜂窝，而且世子手里掌握着太子最大的把柄，帮你们就相当于在太子后院放火。那太子凭啥针对我们呀？我打野抢他人头了。那世子手里掌握着太子私贩军械的证据，而且这次刺杀很有可能就是太子所为。你们帮了世子，他当然是你们我眼中钉啊！这狗太子真是想杀了我们2个。江景书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路边的野男人不要捡，不要捡。世子殿下义薄云天，质如黄金，和那些负心薄幸的能人有云泥之别。那这个李德以后不会再找我麻烦了吧？短期内应该是不会。义父今日当众驳了他的脸，他要是再上门，就是打刑部的脸。但是太子这个人心狠手辣，而且极其要面子嘞。今日的麻烦他一定会再找上你。陈姑娘，你有没有办法能弄到一份太子一党核心人员的名单，或者知道太子最近在做什么？名单倒是可以，但是太子的行踪不易探查。不用探查，只需要观测太子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便是了。他一定会再试一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比如找人毁我名声，下毒，或者陷害，再或者雇人制造一些意外呢。标准反派3件套。好，我一定会加派人手，看好府内和周围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再请王侍郎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啊？什么事？山神庙那些杀手的武器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啊？如果真是太子爷派的，我们或许能够
顺藤摸瓜。好，哎，门在那。不吃山炮，避个山炮。你说太子什么时候会动手？3天内。他今天丢了面子，一定想尽快找回来。那他会以什么方式呢？谣言，成本最低，见效最快，而且那个沈月如是反派。他头上又没写字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反派？但他在笑啊，那种我知道你今天倒霉了的那种笑。异常提示：宿主今役行为导致剧情偏离度加5%，当前总偏离度41%，警告偏离度超过50%，可能触发世界修正机制。计算中。世界修正机制是什么？资料缺失，建议宿主不要尝试。说了等于没说。睡觉吧，养好精神，等太子出招。你挺淡定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激发锦鲤体质。再说了，人生除了金子，什么能比运气更重要啊？7分靠打拼，93分靠运气。听说了吗？西跨院的张妈说，那江姑娘可能不是咱们大梁人。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张妈说，她有个远房亲戚在边关，说江姑娘的口音有点像北面。是吗？哎，我表姐在沈小姐屋里伺候，听说那是神庙的事，蹊跷的很。什么蹊跷？2个弱女子，怎么就那么巧救了世子，还打跑了追兵？表姐说，保不齐是苦肉计。快别说了，让嬷嬷听见了撕了你的皮。啊！哎，说啥？说出来听听。啊！都传下去了吗？传了，按小姐的吩咐，从厨房、洗衣房开始传的，都在嘀咕了。张翠花也听到了，啥事她也听到，准能传开。嘀咕就好，1传10，10传100。表哥昏迷不醒，府里却住进了来路不明的女子，任谁都会多心。小姐，要是夫人查起来，查什么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还能给缝起来？去，再添把火，就说江氏手腕有刺青，是北狄细作的标记。江姑娘手上也没刺青啊。谁还能真去掀一个姑娘的袖子？有人说见过，那就是见过。你知道我刚才在厨房听见什么了吗？我听见张翠花蛐你，说我是北狄细作，版本升级了。他说你呀，手上有刺青，是细作标记。这谣言也编得太不专业了吧？北狄细作怎么可能主动把刺青刺在手腕上呢？十有八九是那沈月如干的，这彩儿是他的人。他想干什么？逼我们自证清白，还是让夫人赶我们走？可能2种都有。有人说你坏话了，你还完不成任务？你这系统，别说这有的没的了。我们2个要是完不成任务，那都是因为你。当心我嘎了你！就看我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无聊。无聊什么？经常穿越的朋友都知道，如果成功靠的是后天努力，那么今天和明天就先休息吧。
夫人，府内府外的闲话越来越难听了。说了什么？说江姑娘是北狄细作，手上还有刺青。我私下看过，江姑娘手腕上干干净净，而且在我看来，江姑娘对世子情深意重，不但时常去探望世子，还亲自上手服侍，时常还对着世子落泪，那伤心的样子不似作为。闲话从哪儿听的？源头有多个，其中之一是从沈小姐院里流出来的。舅母，那个江景说根本就不是表哥的外室，也不是什么红颜知己。你这孩子怎么大呼小叫的？舅母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们肯定是看表哥衣着不俗，起了攀高枝的心思，这才使得苦肉计。月如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懂事的。你表哥现在未醒，你舅舅又在边关未归，你莫把心思用错了地方。两个狐狸精一来，舅母都不相信我了。夫人，山神庙那些杀手的兵器，王侍郎查的怎么样？今天早上刚刚传来消息，在兵器上发现了这个标志，这个是北境黑狼部的图腾。黑狼部与北狄一向是世仇，去年世子率军击溃了他们，残余游荡在北境。杀手竟然是黑狼部的人，不是太子。目前的证据就是这样，他们是来报仇嘞，目标就是世子。而且江姑娘和苏姑娘的户籍显示，他们的祖籍在江南。江南离北狄可有万里之遥。东西先留给我，我再看看。你去办2件事。夫人吩咐。是。江姑娘手腕有刺青，你亲眼看见了？奴婢听别人说的。听谁说的？记不清了。记不清就敢乱说？还有你。说江姑娘是北狄人，嬷嬷饶命，老奴也是听别人嚼舌根。姨娘，夫人派我来传句话说山神庙刺杀世子的凶手已经查明了，就是北境黑狼部的残党。黑狼部与北狄是死敌，而且江姑娘的祖籍在江南。以后有些人在传谣言之前，最好先动动脑子。侯府养着你，是让你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们搬弄是非。从今日起，若再有半句流言传出，直接发卖。彩儿、张氏各打20大板，罚月银3个月。夫人饶命啊！江小姐，民女在。委屈你了。夫人明察秋毫，民女不觉得委屈。都散了吧。小姐，奴婢好疼！闭嘴！20个板子和几个嘴巴子都受不了，废物！程姑娘拿着刀说，那些杀手是来自黑狼部的人，还说江姑娘祖籍江南。我知道了。这2个人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小姐，可别再继续了。夫人都护着他们，舅母是被他们蒙蔽了。我才不信表哥是什么他们的红颜知己。而且我听到他们说，他们是为了悬赏黄金来的。不对，是表哥的金子。那秦夫人下手挺狠啊，20大板，还有100巴掌，打的那丫鬟婆子怕是半个月下不了床。杀鸡儆猴。不过什么？这消息来的也太及时了。程爷早上才说要查，下午就出结果了。你是说故意有人给我们送证据？王侍郎是刑部侍郎，
查一些兵器的来历应该不难，这就是我们的运气。哼哼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总局光环普照大地。我猜太子明天就该出招了，他应该会直接动手。谣言失败，下一步他就该动真格的了。那我就赌他会先试探，比如收买或者威胁。你什么猜头？一顿火锅？哎，不对，这个时代没有火锅，那就烤全羊。成交。晚上就不该吃那碗冰了。谁呀？大半夜的，你有病啊！心怀大人，这个无造夜神，只有我心而被责，以光临为生，爱臣为尊，将化为今生，上升了云峰，来者何人？这个无造夜神，只有我心而被责，以光临为生，这绳结得改改，爱臣为尊，别给我老人正。好痛啊！抓贼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就杀，少废话！没有标记，兵器也很普通，但他身形步伐倒是个练家子。他下身有伤，我今天正好就打到。你怎么知道他下身有伤啊？我好像懵逼了。算我倒霉，要杀快杀！关回柴房，明日送官。秦夫人，大喜，天大的喜事啊！哦，何出此言？昨夜抓的那个贼人，今日下官去看，您猜是谁？老冯，别卖关子。一阵风，刑部悬赏3年的江洋大盗啊！此人劫过黄冈，杀了10多名官兵，这光赏银就足足600两啊！好，明日早朝，本官上奏朝廷，我要为2位姑娘再请圣上封赏。那都是侯府护卫得力，我只不过是凑巧而已。600两，还不够在京城买个小院。哼，我查清楚了，一阵风确实是太子雇的，太子通过中间人要价1000两，要你的命。我们俩就值1000两啊！重点是这个吗？可是，一阵风确实不知道雇主是谁，而且中间人早就跑了。那他还是没有证据？有证据才奇怪。太子会蠢到亲手联系杀手吗？哎，
对了，刚才府里抓一阵风的时候，怎么没看见江姐姐？我去照顾魏渊了。我是担心有另外一伙歹人对他不利。不过我竟然发现柿子的手动了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殿下息怒，一阵风失手，纯属意外。意外？一个悬赏多年未被抓的巨盗，踩中绳套，抓他的人还是金朝野，你和我说是意外？确实蹊跷，那2个女人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去找李德。你还真别说啊，这600两和1万两还是有很大差别。你说这太子的下一招会是什么？谣言破了，刺杀失败，他下一步会不会收买？收买咱俩？又或者收买我们身边的人呢？比如说重金许诺，让我离开侯府，又或者让我们替他做事。你想多了。太子收买我俩干什么？他眼下最该做的是要尽快弄死那个魏渊才对。毕竟罪证是掌握在魏渊手里的。可太子现在觉得罪证在我们手上，而且短剧里的反派一般都是愚蠢的。相信我，一个资深作者。他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觉得他会觉得我们会答应？赌注还有效吗？必须有，考全羊。那我就赌3天，有人会来找我们谈生意。我赌5天。来，喝口水。要杀就杀，别假慈悲。你喝有什么好？手下败将。没错，我现在就是个死人了，随你们怎么样？你这不是没死吗？你可是还有脸活在这儿呢。我们没打算杀你，明天就会送你去刑部大牢。都一样。不一样。太子的人进了刑部大牢，活不过3天。你不要装作一副很有骨气的样子，一点都不 man。作为经常打家劫舍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干坏事最重要的是皮要够厚，这样被打的时候才不会那么痛。如果你愿意作证，指认中间人，或许还能争取一条活路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惜了。等等！中间人要说虎口，有个黑痣，说话带有幽州口音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足够了。你来把我放下来啊！你快放我下来啊！你问出什么了？说中间人右手有黑痣，程程说足够了，但我觉得下次太子会更小心。我觉得是更加疯狂。我今天收到消息，约我明天茶楼见面。上天欲让谁灭亡，必先让其疯狂。看来这次我们胜利在望。对，我们一定不能两手空空回去。要不现在送你俩回去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魏渊还没死呢。姑娘姐，贾老板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杨姑娘，请。杨姑娘幸会，在下姓贾，做药材生意。贾老板客气。
一点见面礼不成敬意。贾老板这是……姑娘应该是聪明人。侯府如今什么情形？您比我清醒。世子昏迷不醒，太子殿下又不太高兴。你一个弱女子，何必趟这浑水？那么，贾老板的意思是？这100两金子是定金，只要您离开侯府，去江南也好，去蜀中也罢，安顿下来后，另还有100两，会及时送上。贾老板做药材生意，但这手看着不像种药材的。姑娘何出此言？您虎口的老茧，像是常年挥刀砍出来的。做药材生意需要天天练刀吗？他一个人去嘞。哎呀，对方指明只要他一个人去，不会有诈的。太危险了。他说没事，而且我们还准备了迷药。你回来了，没动手吧？没有，对方很客气，就是脑子不太好。怎么说？他们竟然拿东宫密库的银子来贿赂，还真是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太子。那你答应他了？我说考虑3天。那3天以后呢？3天以后嘛，这些金子当然会出现在御史台了。你真要举报？当然了，这不是完成任务的好机会吗？可是他给我们送金子，哎，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为了这种钱的人吗？不是，1万和100，孰轻孰重，哪个多哪个少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OK， 那我们要怎么送出去？纯爷说他有认识匿名送给御史张青的渠道。什么鬼？这年头举报都要走后门呢。那个张青是大皇子的人。我懂了，这就叫做借道杀人。说什么呢？我们这是为了伸张正义，做事总得讲究个师出有名吧。反正你说的对，我就他收了，收了，说考虑3天。3天？3天后若他不走，知道该怎么办？属下明白。殿下，李德大人不见了。什么叫不见了？从昨日下午就没回府，家里人也说没见着。去找啊！我要见人，我死要见尸。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讲。臣弹劾东宫属官李德私用内府黄金100两，贿赂魏国侯府女眷，意图不明，证据确凿。张御史无凭无据，怎可污蔑东宫属官？证据在此。这是金锭底部内库印记的拓印，现就藏在魏国侯府。陛下，臣可作证，前日东宫李德确实曾去侯府，意图带走世子救命恩人，被臣以律法驳回。太子，你有什么话讲？儿臣不知啊。李德他……陛下，陛下，经赵颖来报，晨曦枯井中发现一具男尸，经辨认，正是东宫属官李德。什么？死的可真巧。
是灭口还是畏罪自杀啊？好了，此案交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。太子，近日你不必上朝了，在你的东宫好好歇一歇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回朝。李德怎么死的呀？啊，谁杀的？太子息怒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撇清关系。李德意思，死无对证，死无对证。那黄金呢？黄金还在侯府呢。我们就说是李德私自盗用内库黄金，与太子无关。不对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对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李德去侯府是5天前的事。为什么偏偏在张青弹劾的时候他死了？为什么踏印会出现在张青的桌上？殿下的意思是有人设计？那2个女人绝对有问题啊！哎呀，你个山炮，大半夜的你想死啊？你怎么知道李德死了？啊？被灭口啊？像是金兆一验尸的时候说是溺亡，但是那枯井里根本就没有多少水，死得很蹊跷嘞。太子干的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其他人。别人？谁？想让太子倒霉的人多的是，比如大皇子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如果太子疯了，那就等于是给大皇子递了把刀。说真的，李德到底被谁杀了？哎，我还在查，但是目前看没有什么线索，现场清理得很干净。看来除了我们和太子，这个局里面一定有一个第三方。还是那句话，三人喜必有三人。还是说废话。上回书说到，忠义女子姜氏至勤俱到，得朝廷赏银600两。这回咱们接着说。先生，我怎么听说那女子是北狄细作？对啊，我也听说了，说她手腕上有刺青。无稽之谈，京兆尹冯大人都说了，那是官府的话也能信。我三舅老爷家的表侄在侯府当差，说那姜氏啊，邪门的很。刚进侯府没多久，世子就昏迷，他是克夫。你说的不对，他还没进府，世子就昏迷不醒了。这些话从哪儿传出来的？回大人，这几天京城里都在传，说书的、卖菜的，甚至青楼里也在传。查过源头吗？查过，听说是从几个闲汉嘴里说出来的。暂时不知道，闲汉说他们收钱了。谁的钱？暂时不知道。各位，江姑娘擒获巨盗，那是为民除害。这可为民除害？我看是演戏。那2个弱女子能抓巨盗，骗鬼呢！放肆！魏国侯府满门忠烈，世子重伤乃敌国所为，尔等不同情忠烈，反倒再次诋毁其恩人，是何居心？小的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听说的，无凭无据，以讹传讹，你与那长舌妇有何异？先生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再说一段忠弼护主传，就说那姜氏如何山神庙救主，如何至情拒盗，如何拒收贿赂。说得好，本王每日再赏你5两。谢王爷。谁再敢让本王听到半句诋毁忠良的话，记下来，送去京兆尹衙门。陈王萧敬蕊今日在茶楼当众斥责传谣者，并且还花重金请了说书人为你证明。陈王，
就是三皇子，应该是大皇子一党。他在没封王之前，世子还救过他的性命。他抱金币吗？这么撒钱，人家爱说啥就说啥呗，就用银子来抚慰受伤心灵就好，不要浪费嘛。果然，锦鲤就是自有大儒为我辩经。所以现在是个成王在帮我们打舆论战喽。不止，今日还有3位翰林府的院士为你们写的诗词歌赋，明日就会在文华邸超刊出。小姐，你外头……我知道，陈王爷发了话，现在没人敢说江姑娘坏话了。连我娘去买菜，菜贩子都说江姑娘是女中豪杰。闭嘴！表哥到底什么时候醒？再这样下去，后府都要姓江了。萧景睿，又是他！殿下息怒，三殿下此举明显就是冲着您来的。本宫知道，大皇子那边是铁了心的要保那2个女人。现在舆论已经完全倒向他了，我们不能迎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或许可以从他们身边的人下手。谁？苏爽儿，此人身手了得，但身份却很模糊。江景说好歹有个江南祖籍，这苏爽儿连这个都没有。意思是伪造身份，比如北狄逃犯，或者江湖邪派余孽。可是上次咱俩说他们是细作，也没起什么效果。估计是传播的范围不够广。所谓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只要说的人多了，就翻不了身了。要多久？3天，做得干净利落，不留把柄。快去做。是。陈王爷送来请柬，3日后在王府办赏花宴，请2位姑娘务必赏光。陈王府的赏花宴是京中有头有脸的夫人小姐都会去。夫人说是个好机会。什么好机会啊？露脸的好机会。向那些传闲话的人看，2位姑娘是得了贵人青眼的。可是夫人也同去吗？夫人身子不适，让我陪2位去。鸿门宴吧？应该不是。程烨说成王是大皇子的人，应该是友军。真要去那个赏花宴？不去就是不给成王面子。可是去了可能被一群女人围着打量。这不正好吗？让我来看看这京城贵女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。宅斗预备赛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江钮祜禄锦书的手段。有心小姐，你到底是不是侯夫人呐？为啥有门你不走呢？帅，你！哎呀，闭嘴吧！不帅吗？行了，有什么新消息啊？对了，孩子那边在派人探查苏姑娘的来历。查出了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查不出来，所以很有可能会伪造。伪造什么？伪造身份啊，比如说是你是一个被通缉的江湖人，或者是你是一个北狄的战犯之类。他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李德都死了。成王的百花宴可能就是太子要的机会。他要在成王府动手？不是动手，是当众揭发。揭发什么？怎么揭发？当众拿出一份伪造的证据？很有可能还会有个假证人。证人谁啊？我还不知道，我马上去查。傻山炮！殿下，人找到了？找到了，幽州来的，曾经在黑虎帮认识不少江湖人。可靠吗？只要钱给的够，什么都敢说。
告诉他们，3日后成亲王赏花宴日。我看这世子脸色不错呀，他好像又长胖了，肯定能醒过来的。他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就对不起我给他背的那些黑锅呀。他那是日有所吃，夜有所胖。世子呀，你可快点醒来吧！醒来了，快来帮帮忙！我们要是一招不慎，输了一招，那咋整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万一要是有人去当众通缉我，说我是个通缉犯，怎么办呀？第一，咬死不承认；第二，死咬不承认；第三，咬死不承认。江景树，你不愧是个作者啊，没用的办法就是这么多。我只不过是经常没有灵感而已，只不过我这偶尔也是常态。我真服了，吐槽博主就该你去当。你看问题能不能格局打开啊？我这叫以不变应万变。对面可是太子哎，你是不是网文看多了，以为太子没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这要是在家的时候，要是看着这师长家的公子，你是不是眼巴巴的跑过去舔人家呀？江景书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小子反应不是，我都自动消音了，你还管我？哎呦，世子，快点醒过来！你要是再不醒过来的话，我可就要哭了，那大声很难听的那种啊！极美，摆正一下自己的姿态，你有资格哭吗？算了，不想，养好精神，赶紧睡觉吧。3天后我要看戏了。殿下，那侯府确有祥瑞之气护持，寻常手段难以侵扰。本宫不听这些，你就说有没有办法破？有是有，需在侯府外围布下7煞锁魂阵，以阴克阳。只是什么？此阵有损阴德，且若被反噬，布阵之人恐遭不测呀。要多少银子？500两，事成之后再加500两。给你1500两，3日内不成。殿下霸气，小到这就去准备。殿下，此等事可交给下人去办。殿下千金之躯，不便与这些流芳术士见面。无妨，事能成就好。7煞锁魂，吃！师傅，今晚乌云蔽月，正是布阵的好时辰啊！少废话，快点买！哇，昨天晚上好像有动静。什么动静啊？程烨出去看了，他说后巷好像有人在挖土，往里埋什么东西。埋东西？昨晚埋的，一共7个，沿着围墙。这是戒庄？我问了门房老李，老李说像是道家的阵法，是什么会坏风水？坏风水？这个太子现在已经开始搞封建迷信了。我看他是黔驴技穷了。不可大业，凡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去找个懂行的人看看。这是7煞阵，布阵之人心思歹毒。那大师，此阵可破？不难破，只需将汤木桩拔去，以糯米、朱砂填之即可。只是什么？布阵之人必遭反噬，轻则伤病，
重则殒命。老衲我建议夫人亲自动手。那该如何？等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七煞归位，锁。啊，师傅，下雪了，雪寒助阵威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出事了，好像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那个布阵的道士被雷劈了。死了？没死，被劈晕了，他徒弟给他拖走的。那劈的个啥？劈的是那个桃花木桩子，他被震晕的。检测到异常，自然现象干预概率测算0.03%。锦鲤光环波动剧烈，建议宿主近期减少外出。殿下，刘三废了。咦，什么废了？昨晚被雷劈中，虽然没死，但是高烧不退，满口胡话。说什么胡话呀？说什么有祥瑞护符，一切邪祟不可侵，什么不可侵的。狗屁祥瑞！殿下，此事太过蹊跷，恐怕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殿下，刘三徒弟求见，说要加钱。加什么钱啊？是刘三重伤医药费，至少要500两，不然就把此事说出去。给他，叫他闭嘴！太子又赔了500两，他钱真多，连风水玄学都用上了，说明他这头蠢驴连智商都没了。你可不要小瞧他，毕竟傻子可不容小觑。赏花宴就在明天，我总觉得太子会在哪个时候动手。哎，那个证人找到了吗？哦，找到了，是一个叫赵四的混混，之前在幽州的黑虎帮，现在人在京城，住在城南客栈。那我们怎么对付他？2个办法，一是让他消失，2是让他改口。嘎了他，让他消失。哎，让他改口？消失太明显了。那他图什么呀？钱，太子给了他200两。那我们就给他400两。我们有400两。之前擒获巨盗的银两不是还没花完吗？我看你真的是，你也黔驴技穷啊！一个社畜穷鬼，学上人家拿钱砸人了。250不能再多了。好，今晚我去找他。谁？跟你谈笔生意的人。哦，女人，那得看看你货色如何了。你250两，明天摆花宴，买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只要你实话实说，你从来没有见过苏爽儿，是有人花钱让你诬陷她。哼，我凭什么听你的啊？你可以不听我的。至于太子事后会不会灭口，你自己想。250两现银够你远走高飞的。至于太子那200两，你未必有命花。毕竟，只有死人才是不会说话嘞。成交，成交，成交，成交。烂人。
程烨去了。去了，问题不大。250两啊，肉疼。你不要这么小家子气嘛。我们2个现在是有1万两黄金的有钱人。你不要这么早把我的金子说成你的金子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2个能到现在都没完成任务吗？也不能完全怪我，毕竟你们穿进来的这个短剧毫无逻辑，我带马干烧了也找不到剧情主线。那我说1万两黄金是我的有问题吗？又卡了，没用的玩意儿。那就是姜氏，看着也不像狐妹子啊。听说她能徒手擒巨盗呢。吹的吧？你瞧她那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哼。2位姑娘可曾习惯？公子放心，一切都好。诸位，这2位便是魏国侯世子的救命恩人。智擒巨盗一事，本王与刑部均已奏明圣上，不日便有嘉奖。可是江姑娘，公子是？在下姓陈，家父在礼部就职，久闻姑娘义举，今日特来拜会。礼部4品以上官员子弟我都背过，没有姓陈的。陈公子客气。姑娘救世子于危难，实乃女中豪杰。若不介意，请进。有话就在这说吧，我表妹又不是外人。也好，实不相瞒，我对姑娘一见倾心。姑娘如今虽暂居侯府，但终究名分未定。若姑娘不弃，在下愿明媒。气，很气，非常气！一见倾心就是见色起意。彩礼谈过了吗？8字合过了吗？你查过户口吗？上来就要姑娘，我也明媒正娶。我呸！老色批！呸！我老色胚？我必须澄清一下，我今年25，并不老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敢追求我啊？姑娘何必守这个活死人？若他一辈子不喜，姑娘这苦等一辈子？公子请滚！横着，快滚！听到没有？赶紧滚！再不滚我就一刀！我让你上不了天堂，下不了床。那陈公子好像脑子有病。查过了，真名叫陈平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官宦子弟，是太子的门客，养的亲客。美男计，应该是想要引诱江姑娘私奔，坐实你不守妇道。不过话说，你为什么不扮个丫鬟，非要扮个家丁啊？不帅啊？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看那边，陈公子啊！哎，真巧啊！真巧啊！李小姐，真巧啊！上个月我爹做寿，你说倾慕于我，怎么这么快就倾慕江姑娘了？李小姐，我只是什么？我今日才知，你竟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登徒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这当中定有误会。江姑娘莫信他，此人专骗深闺女子，我已经让家丁去报官了。啊！误会，这当中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去请陈王爷来，就说此地有人冒充官宦子弟，调戏女眷。抓住他！这双手掩不住的花，看见
还是古代人会玩。查清了，陈平的确是太子的人，今日之事确实算计。多谢王爷解围。不必谢我，是李小姐早就看那人不顺眼，今日正好遇见罢了。李小姐怎么会？正好撞见。因为本王让人递了句话。那王爷为何帮我们致辞？一位报世子救命之恩，二位，本王始终看不惯太子的手段。陈平呢？被李尚书府给扣下了。李小姐说她调戏女眷，都给糟蹋了，还要报官呢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。13啊？几个？啊！殿下，这个李煜出现的太巧了，恐怕陈王早有安排。萧景睿，又是他！殿下，赵四不见了。什么？常去的酒楼不见人，客栈也人去楼空，行李都没拿。定是这个侯府出钱贩卖了赵四。殿下，事到如今，恐怕我们得暂时收手了。收手？本宫凭什么收手？连续失守，圣上已经起疑了。再继续，恐怕什么？恐怕引火烧身呢。赵四拿了钱就跑了？跑了好，省得被灭口。不过话说起来，今天那李小姐演的也太像了吧？我怎么觉得她不像是演的？她看起来是真讨厌陈平。不过这样一想，太子总该消停会了吧？应该是。他最近损失惨重，是得回回血。太子那边有动静吗？又来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不是针对你们，他们是在查江南皇商的底细。江南皇商？就是前几日主动跟侯府签订契约的那家。太子怀疑他们跟大皇子有勾结，所以他们是想断了侯府的供货。诱惑呢？夫人，江南那边的货这个月没来。为什么？说是河道淤塞，船过不来。但老吴打听到，是太子的人打个招呼，让沿途关卡严查。严查什么？查走私。皇上的船队已经被扣了3批货，说是要验明正身，少则10天，多则半月。这是要断咱们的生路。不是要断生路，是要让我们低头。江南的货被扣了，明摆了是太子在逼夫人交出你们俩。交出去？凭什么？侯府名下的田庄店铺，大半的供货都靠江南。这要是一断供，1个月估计损失得有上万。夫人那边怎么说？夫人没表态，但是侯府里的人已经开始议论。议论什么？说你们是灾星，自从进了府之后，麻烦就不断。太子这招倒是聪明。聪明？从内部施压，夫人就算想保我们，也得要看看全府上下。你们有什么办法？江南的货被扣，那就从别的地方找货呗。大梁这么大，不可能生意全让江南给做了吧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试试看吧。程烨，你那儿能弄到京城各大商会的名录吗？能。哦，还有，你再打听一下，最近有没有新进京的商队？你觉得真的能找到新货源？试试吧，总不能坐以待毙吧。我倒是听说3亿后有海外商队抵达京城。海外商队？算你难得靠谱，说句人话，
可是金港离京城200多里，怎么联系啊？让程烨去，他脚程快。万一那商队也是太子的人呢？赌一把，不赌的话，就只能等被太子掐脖子。好冷啊，睡吧，明天开始找活路。夫人，西街3家绸缎庄已经断货3天了，顾客多有怨言。米行的陈掌柜说，江南的米再不到，这个月就要关门歇业。药铺那边有几味药只剩3天的量了。太子那边怎么说？东宫的人昨天去了漕运司，说要严查所有南来的商船，以防夹带私盐。这是要断了我们所有的后路。夫人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名下的铺子知道了。你们都回去吧，给各家掌柜说，所有的材料都在路上。是。夫人，咱们哪儿还有货源？没有也得说有。金港那边来消息了，来的是一支南洋的商队，他们的主事姓李，主做香料和药材的生意。南洋？那不就更老远了？远才好，太子的手伸不了那么长。我已经派人去跟他们接触了，但是他们要价不低。多少钱啊？高江南货源3成，而且他们只收现银。啊？3成只收现银？我们上哪弄这么多现银啊？放心好了，这笔钱还能让咱们出。侯府那边已经开始急了。据线报，秦夫人今日见了3位管事。她服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撑不过5天。天！本宫倒要看她能撑多久。殿下，金港漕运司来报，说有一支南洋商队3日后抵达，侯府的人已经去接触去了。南洋商队？你不是说南边的货源都断了吗？南洋不算南边，算海外。本宫不管他是哪儿的，去告诉漕运司，就说那商队夹带违禁品，给本宫扣下。殿下，南洋商队有市舶司的勘核文书，清运司无权扣留。那就找个理由啊！查税、查文书、查什么都行。快去，快去！程姑娘，不是我不信你，是这年头生意难做。你要的那批货已经有主了。谁啊？东边来的，说是京城某位贵人的管家。林掌柜是吧？你的这些货，我们殿下要了。敢问是哪位殿下？东宫。林掌柜，咱们先谈2成。2成，我们东宫出价比他高2成，现银。这程烨还没回来，金港一来一回，最快也要2天。那要是太子祸结了怎么办？那就只能再想别的路子了。2位姑娘，夫人请你们去一趟。府里的情形你们可都知道了。民女知道。太子这是在逼我放人。你们若是现在离开侯府，我可保你们安全离京，再赠你们一笔盘缠。夫人这是要赶我们走吗？不是赶你们走，是想让你保命。夫人，就算我们走了，太子就能放过侯府吗？夫人也知道，太子针对侯府，不只是因为我们，就算我们走了，太子也会想其他的办法。那你们有何高见？只要程烨回来，能拿到南洋商队那批货，就能解眼下之困。那他若是拿不回来，夫人放心，
一定能拿到。我有主角光环，太子可没有。林掌柜，这是定金，货到京城以后再付您。陈姑娘，不是我不守信用，只是东宫这边……东宫一向都不做香料生意，他们要这批货干什么？我们殿下要买什么，轮得着你过问？快传靠岸喽！林掌柜，做生意讲究个先来后到。您若是毁约，这以后在京城的生意可就不好做了。这……林叔啊，阿明来了，我爹的信。抱歉，这批货不能卖给东宫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老爷来信说，这批货已经许给了魏国侯府，我们林家绝不做背信弃义之事。林老爷认识侯府？何止认识，我们家老爷是世子的江南本房表舅。江南皇商林氏。正是。前些日子，我们家老爷特意让我绕道南阳带了些珍贵药材回来，结果刚到京港，就听说侯府有难。这批货就是给侯府的。你们竟敢违背东宫！做生意讲的是诚信，东宫想买货，等下一批吧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哎，货拿到了。这么快就拿到了？没被太子截胡吗？南阳三队的主事是世子母族的表亲。这么巧？不是巧，是他们听说世子出了事，特地绕到南阳采购的药材，本就是要来京城的。啊，那看来照这么说，我们又躺赢了一次。好像是。我翻了半天书才找到的消息 ，CPU 都要干烧了。殿下，京港那边失手了。什么叫失手？南阳商队的主事是魏渊母族的亲戚，那货本来就是给侯府准备的。魏渊的，还是亲戚？是啊，林家是江南皇商，跟侯府有旧。天意吗？为什么每次都差一点呀？殿下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收手？本宫收不了手。去准备最后一招。殿下是准备？既然对付不了他们，那就对付魏渊。殿下，谋害世子是重罪啊！谁说我要谋害他？我只是希望他永远都醒不过来。哎呀，没必要吧，殿下。现在世子已经醒不过来了，他对我们构不成威胁的呀。哎呀，我不管，快去！哎呀，苍天呐，有这么蠢的君主吗？这南阳货的事儿，本宫是越想越不对劲。殿下的意思是？为什么每次我们出招都刚好有意外啊？为什么他们的运气可以好到这种地步啊？或许是天意。天意？哎呀，本宫不信天意，本宫只信事在人为。那殿下是想要？既然寻常的手段不行，那就用不寻常的手段。殿下是指神鬼之说？啊，对，你就去找人说姜氏是妖女转世，天生带煞，克夫克亲。这种谣言很难取信于人吧？如果只是在市井，谣言确实。哎，但如果是青天剑传出来的呢？青天剑？青天剑是直属陛下，我们很难安插人进去的。哎，青天剑的刘世坚，他儿子去年犯下了官司，是本宫保下来的。殿下是想让刘世坚……不用他说什么，只要他在某次关心后无意中透露一句“紫薇星旁现妖星，助女子祸国”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！哎，本宫已经顾不上了。哎呀，快跑，快去！紫薇星明，然旁有暗星隐现，此星位在东南，
大人，东南方向是魏国侯府所在。罢了，许是老夫看错了。今夜之事不可外传。是。大人小心！老了，眼花了，竟然看见妖星扮紫薇。青天剑那边有异动。青天剑，关心的。昨天晚上，刘世坚关心之后说了一句：“妖星扮紫薇。”今天一早就传开了。妖星？说完啊？那没指名道姓，但说在东南方向，我们侯府就在京城的东南方向。这招太歹毒了，妖星祸国，可能是杀头的罪名。太子急了，已经学会用玄学攻击了。这一下怎么应对啊？那就用玄学对玄学，展开讲讲。他能找青天剑的副职，那咱们就不能找青天剑的正职吗？那个鉴真大人是陛下的心腹，而且为人刚正，从来都不参与党争。从不参与党争，但总要讲事实的吧？如果监正大人亲自关心，得出不同的结论呢？可是如何能让这个监正大人亲自关心呢？集美自有妙计。奇怪呀，大人，有何不妥？紫微星旁确有一星，但并非暗星，反而清正温顺，此乃辅星，汝女子忠义护国。可刘世坚说，他说的不对，传令下去，明日老夫要面圣。陛下。臣昨日观星，见紫微星旁现辅星，清亮温润，此乃大吉之兆也。哦，刘世杰不是说有妖星吗？哈哈，刘世坚年事已高，眼力不济，看错。辅星主忠义女子护国，应该在东南方向。东南方向，魏国侯府。臣不敢断言，星象如此，天意昭昭。朕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殿下，不好了！监正大人昨夜观星，说是辅星，不是妖星，今早已经面圣。什么？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说江氏是忠义女子，得天庇佑啊！监正，这个老不死的！殿下，圣旨到。太子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见闻市井有妖言惑众，诋毁忠良，青天剑见证观星明示，紫薇得福，乃大吉之兆。此后再有妄议魏国侯府女眷者，以谤君论处。钦此。儿臣领旨。陛下的圣旨都下了，再有人污蔑他们，就是暴君。陛下这是在敲打他们。可是，鉴正大人为什么帮我们？不是在帮我们，是说真话。而且我猜已经有人给他递了话。谁啊？成王或者大皇子，他们可不会错过这个敲打太子的好机会。看来你们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，不愧是我给你们开了锦鲤特效，现在把666打在公屏上。谤君论处，父皇，这是要彻底断了本宫的路啊！殿下，收手吧，
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什么？本宫还有退路吗？既然明的暗的都不行，那就来最直接的。殿下的意思是？本宫听说北境黑狼部的人还在京城。殿下，您要勾结外族？不是勾结，是利用。告诉他们，本宫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，条件是服了侯府。殿下，这要被发现，可是叛国呀！所以要做得干净。事成之后，黑狼部的人一个也不能留。可他们为什么相信我们？本宫手里有他们的族人，37个俘虏，关在城外庄子里。告诉他们，事成之后，人全放。是。你说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那太子该不会狗急跳墙吧？自己的失败固然可耻，但是别人的成功更让人揪心。暗杀、下毒，还是放火，都有可能。那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轮流守夜。可是，外面不是有侯府侍卫和王府的暗卫吗？好吧，算我没说。有人，几个，10来个。别说话，外面有尾巴，不像是冲我们来的。那是冲谁来的？感觉像是在盯梢，但是看东厢房有没有人出入。太子的眼线？不像是，但是身形步伐倒像是北京人。北京人？黑狼部？有可能。太子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也离死不远了。江姑娘，锦书，锦书，醒醒，锦书！夫人，江姑娘无恙，只是脉象有些怪异。如何怪异？姑娘的脉象虚浮不定，时有时无啊。什么意思？下官不敢妄言，但是行医多年，此等脉象在民间称为鬼胎、妖胎。太医，您上次诊脉还未有孕，怎么本次会有妖胎脉象？这妖胎或鬼胎不需要同房，只要妖物入梦，妖胎暗结，便会在脉象上体现。你这个庸医，少在这妖言惑众的。我只是一时睡眠不好，导致气血虚而已。说，太子给你多少钱？夫人明鉴，下官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哼，我看你是人老实话不多，再敢撒一句谎，一刀嘎了你！锦书，你们先回房间。夫人，我们……那个吴太医是太子的人，3年前他的儿子欠下了赌债，被东宫的人救下了。这样说，他们是想污蔑你肚子里怀了妖胎？这招高明，这招比下毒高明。下毒是刑事罪，容易查；说我怀了妖胎是玄学，杀人不见血。那怎么破？难不成我们要自己把脉？现在只能找更好的大夫来会诊。哎，那个京城有一个孙老太医，他是一个妇科圣手，但是他已经不出诊了。还有谁说话比太医更有分量？太医上面是皇上，你早就算命的。你个死系统，你是不是越来越傻了？他从来就没有聪明过。
夫人，吴太医的话若传出去，江姑娘就完了。我知道，所以绝对不能传出去。可吴太医是东宫医阁请过来的，他回去一定会往外说。你去请孙老太医，就告诉他我旧疾复发。可孙老太医闭门谢客3年了。你带上皇上御赐的那只百年老参送去，就说不是为我，是为了魏国侯府唯一的血脉。周姨娘，老太医说了，真的不出诊，您请回吧。麻烦您再通传一次，就说关乎忠良之后，关乎天理人心。好。这一杯寂寞的酒，把春意。老太医，请您进去说话。恍惚间那些吻。老太医，实不相瞒，不是夫人病了，是府里一位姑娘被诊出腰胎之症。腰胎？是哪位庸医说的？太医院的武太医。武有德？那个告巴结东宫上位的废物？正是。夫人想请您过府会诊，还姑娘一个清白。老夫凭什么管这闲事儿？因为诊脉的姑娘是魏国侯世子的救命恩人。好吧，明日辰时老夫过去，但有一个条件。您说。把钦天监监正也请来。孙老太太已经答应，明日辰时会见，但要求钦天监监正在场。请监正干嘛？他又不会把脉。孙老太医聪明，知道这是玄学攻击，要用玄学防御。太医管身体，监正管天命。监正那边，岑王萧景睿已经派人去请了，说事关国运。不是吧？就我俩的事都扯到国运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一个女人要是被别人说是祸国殃民，那就是重罪；但要被人说成护国锦鲤，那就是祥瑞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是要从疑似妖女变成官方认证锦鲤。加油！就这？一个残次品系统能提供点情绪价值也不错。你们俩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？你们说的话有一半我听不懂。你不管这些啊！明天我和苏爽儿负责演戏，你只要负责拔刀镇场子。明白？那我现在就去。吴太医啊，你说这是瑶胎之脉？下官是觉得他脉象虚浮，异于常人。虚浮？哼！江姑娘游思过度，睡眠失调，脉象自然虚浮。这若也是瑶胎，那天下女子十有八九怀的都是瑶胎。下官行医多年，他这情况……行医多年，连华脉跟虚脉都分不清，要不要老夫给你开2副明目的药啊？孙老说的不错，老夫看江姑娘周身气息清正平和，并无邪祟。倒是这位太医身上带着一股浊气，怕是近日接触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监正大人，你怎敢血口喷人呢？息怒，老夫只是观气直言。你若心中无愧，慌什么？夫人，江姑娘脉象虽有虚浮，但根基稳固，待老夫开2副药。
静养即可。多谢二位有劳。殿下，吴太医被赶出来了。孙老太医和监正联合担保，说姜氏、康健是大吉之兆。本宫知道了。那黑狼部那边，照计划进行。可如今侯府守卫森严，本宫要的就是守卫森严。他们越紧张，漏洞才越大。黑狼部的人已经混进京城了，一共20人，围绕在侯府周围的3条街内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应该就是今晚。但是他们很奇怪，都没有带重兵器，只带了短刀跟绳索。看来不是来强攻的。那来干嘛？放火，或者制造混乱，趁乱抓人。来了一堆反派，你们还是快跑吧，我也可以把你们带回去。你不要泼冷水。怕不是心疼他那1、2两黄金吧？哎，程烨，府内能调动的护卫有多少？明卫36，暗卫12。但是他们都是北境的精锐部队，要是真打起来，不用打，让他们进来就行。有什么办法？还记得我们擒获一阵风那天，老赵大人设的陷阱吗？记得。让老赵带人在围墙外多设几处，不用伤人，只要绊住、困住就行。然后呢？然后报官。可是金兆尹会信吗？只要抓到人，由不得他们信。就在这儿，翻过去就是西厢后院，上！哎呀！抓了4个，跑了1个。跑的那个是去报信的，黑狼部不会善罢甘休。金兆尹的人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在外面绑人呢。真是北京人，这可是大事儿。大人，这些人潜入京城，夜袭侯府，绝非寻常盗贼，还请大人一定严查。本官明白，这就带回衙门。把人全部带走，走。你说万无一失，现在折了我4个人。本宫也没想到他们早有防备。剩下的人现在就给我放了。事没办成，凭什么放？你反悔！首领息怒，殿下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最近风头有点紧，城外的庄子又被盯上了，转移需要时间。3天，再给你3天时间。3天后若不见人，我就把你安托我们的事儿写满京城。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黑狼部已经不可控了。去找新的刀。太子最近很狼狈啊，连番失利，狗急跳墙，连北境蛮族都勾结上。那2位姑娘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殿下想拉拢他吗？不是拉拢，是合作。他们需要靠山，我需要让太子更狼狈一些。成王，递的帖子说想见你。成王怎么又来找我们？到底什么路数啊？我说过了，他是大皇子那一派的，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有势力，像那些风雅清流那一派啊，都支持他。他平时也喜欢诗词歌赋，赏花弄草，很是清高。之前借世子的恩，他是在试探我们，这次是想要真的合作了。他没明说，但是暗示了可以帮你们对付太子，但是你们得帮他让太子丢人。让太子丢人？三皇子平时很擅长文斗，而且听说太子最近在找人代写话本，
估计是想要塑造文武双全的形象。成王，三皇子是想让我们揭穿太子代长枪手的丑闻。或许我们可以写更好，把它比下去。本系统觉得可以谈谈。二位姑娘请。二位姑娘别来无恙，你们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。殿下客气。开门见山嘛。太子最近在找人代写一本凤玉四海，吹嘘自己的文治武功。我想请江姑娘写一本更好的。我们凭什么帮你啊？哎，您找我算是找对人了。我写的话本子，让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包你满意。江姑娘爽快，我可以保证，太子从此以后再也无法用官方手段对付你们。润笔费500两。殿下想怎么写？架空背景，写一个霸道皇子的故事。我要他看起来幼稚、可笑、装模作样，读者一看就知道原型是谁。发售渠道呢？京城7家最大书肆同时发售，全城说书先生同步开讲。你这么做就不怕太子报复你啊？他敢动文人墨客的口舌，清流们就敢在朝堂上骂死他。你真要写？写啊，500两，而且确实解气。那你打算写什么内容？霸道皇子的落袍小乖乖，就是一个自恋皇子，强抢民女，结果被女主吐槽没文化，最后落了个丢人现眼的下场。这会不会也太直接了？要的就是直接，让别人一看就笑，一笑就想起他。嘿，殿下，三皇子最近好像有所准备。他有准备，无非就是找几个文人写文章骂本宫。这次好像不太一样，他找了京城的几大书商。书商？本宫的话本《龙玉四海》写到第几回了？第3回。枪手说还有10天才能完成。催他，5天内必须给我写完。大皇子长得狗头蛤蟆眼，长得算人模狗样，一开口却酸臭无比，臭气熏天。作诗的水平不如村口的黄口小儿，怎么样？骂的挺爽，但是你能保证古代人能听得懂这种吐槽吗？看不懂吐槽，总看得懂故事情节吧？一个堂堂皇子被女人耍得团团转，最后还哭着求原谅，这种故事放在什么时候都有人愿意爱看的。请自觉维护视听和谐，勿使用脏话。还连这个都管？可能是怕被封号，他受到牵连。哎，曾刻下过卷痕，若愿用这株星辰，你凝望来的眼神，是否还记得爱恨？哎，终于把第1回写完了。明天就交给三皇子，那位城府很深的成王。哎，你说太子看到这个话本会怎么想？希望他别被气吐血。哎，过来瞧，过来看呐！霸道皇子落袍小乖乖，新书到货100本，先到先得，先到先得。我要3本。昨天啊，我听张先生说了一回，都要笑死我了。嘿嘿。
哎，那霸道皇子是不是影射？除了东宫那位，还能有谁？这书里写他自诩文武双全，实则这打油诗都写得不利索。这不是太子是谁？嘿嘿嘿，掌柜的，你说这书会不会惹祸呀？惹什么祸？书是印刷铺印的，货是马车行送来的，作者还是匿名的。再说了，三皇子打过招呼了。哎，来，哎，您的2本书，哎呦，您的，哎来，您的，哎来，您的，哎。上回书说到，那霸道皇子为了追求小乖乖，写了首酸诗。啊，美人儿，一如那天上的明月，照亮我内心的漆黑，照亮我漆黑的心田。你知道那小乖乖怎么说的吧？殿下，这月亮只有晚上才出来，您这大白天的，是不是眼神不好使啊？这张嘴啊，跟咱们东市骂街的王婆有一拼啊！我听说呀，太子殿下前几日真写了首诗，给翰林院的老学士看。不过呀，被批得一文不值。嘘，小点声。不过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是谁写的？查不到，印刷铺说接的暗淡，就连送货的都不知道上下是谁。皇子连《三字经》都背不全，却偏要装作博览群书，污蔑！这是污蔑！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！现在这本书传得满城都是，就连宫里都……父皇知道了，尚未确认。但昨日成王三殿下进宫和陛下下棋，带了一本。萧景睿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！来，父老乡亲们，我们瞧一瞧，看一看。今天呢，就由我来为大家免费说书。我们荣誉四海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奇书。开头第一句：凤鸣9天，四海沉浮。真是好大的口气！不知道的，我还以为这作者他是叫我登基呢。我们再来看这一段，男主呢为了救女主，一人独闯敌营，杀呀杀，杀了整整300敌军，300人呐！这是敌人没长腿，不会跑，排队等着砍，还是敌人都是稻草人啊？真是撒谎不知道打草稿。你们以为这就是最绝的吗？ No No， 最绝的还属这个。女主中毒，命在旦夕，男主为救女主，用嘴给她喂药，真是……这书里面都已经讲了，大夫说过了，这毒见血封喉，男主还要用嘴给她喂药。我看呀，这男主他是很深情，还是他嫌命太长想殉情？都不是，这只能说明男主啊是个大聪明。这话在理，那书我也看了，简直就是漏洞百出嘛。苏姑娘今日在西市当众评书，效果极好，现在满京城的人都知道。太子的话本写得烂，火上浇油，干得不错。太子什么反应？哦，据说气吐了一口血，叫了太医。才吐一口不够，让书子加印1000本，价格减半。我要让这本书人手一册。是。滚！都滚出去！殿下，你这是急火攻心，需静养，切莫再动怒了。殿下，三殿下又加印了1000本，现在
就连城南菜市口的小贩都在议论啊。萧景睿、江景说、苏爽儿，本宫与你们不共戴天。好了，殿下。不共戴天。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咱们现在文斗落了下风，是否暂避锋芒啊？你给了我个大嘴巴啊！给自己2个小嘴巴啊！快！哦，好，殿下，好了啊。黑狼部、哈扎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？你还要用他们？本宫要他们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让那2个女的消失。可扎克要求放人了。放，明天就放，快去办。哎，是，快去！虽然太子被气病了，但是黑狼部那边有动静，城外庄子里的俘虏今晚很可能会转移。转移？转移去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今天晚上在南房的赌场看见了扎哈，他看起来很急。太子可能答应放人，条件上他们再次动手。还来？这太子是属韭菜的吗？一茬一茬送过来，让人割啊！狗急跳墙，他现在是文斗惨败，颜面扫地，只能靠武力招不了。我看你们最近小心点，虽然属于愚蠢反派，毕竟也是个太子。这次的建议还算人话。程烨，你能不能找人盯着那个庄子？如果太子真的放人，我们能不能截胡？截胡？啊，劫囚啊！啊，不是劫囚，是解救。黑狼部的人本来就属于战俘，太子私自扣押他们已是重罪。如果我们能把他救出来，再交给官府，那这狗太子串通外族的事情就暴露了。但是需要人手，而且不能弄府里的护卫，容易打草惊蛇。成王三皇子，找他进来。殿下，目前情况就是这样。太子明日可能私自释放北京战俘，以换取黑狼部的再次行凶。私自释放战俘，这可是通敌大罪。你有几分把握？7分。庄子内外守卫约20余人，且都是东宫的私兵。若殿下能够借50名可靠人手给我，此事可成。人我可以给你，但我要活的战俘作证。明白。此事若成，太子可就再也翻不了身了。程烨去借兵了，你说三皇子会答应吗？会的，这是扳倒太子的好机会，他不会放过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等。还有，把霸道皇子的落跑小乖乖最后一回写完。你还有心思写这个？有啊，结局我都想好了。霸道皇子阴谋败露，众叛亲离，最后被关进了宗人府。你说这算不算预言？算咒他平安。走，看看金主去。重大事件战俘营行动预载中，本系统将提供精神支持。太子气病了，接下来可怎么办？他好像离封不远了。我们都要赢了，世子连台词都不用说，直接就躺赢了，1万两就到手了，多好！唉，本来想着他能早点醒过来，
靠着主角光环秒杀太子，我们躺赢了。结果，我们直接把他该做的给做了。依我说，世子不行，也挺好，凑合着把剧情过完，而且少一个人分钱，多好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不知道少了他，系统会不会赖账啊？那可是黄金啊！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我有个法子，不过需要你和程烨帮忙。表哥，你咋真来了？信上不是说让俺自己跑吗？跑？能跑到哪去？现在太子的人正满城抓你呢。俺咋知道会这样？当初就说送个信，也没说要杀人呢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三皇子说了，只要你肯说实话，保你不死。说实话？说啥实话？把太子让你在侯府做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。张翠花，让你闭嘴，你却多嘴。表哥，你们是谁的人？你们上路的人。哎呀！欺负女人？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程烨让我来的，说今晚这里有人要灭口，就是他吗？别杀俺啥都说。慢慢说。太子让你在侯府做什么？最开始就是传话，把府里的事告诉外面的人。比如说，比如，夫人见了谁？常侍卫啥时候出门？苏小姐，你身体怎么样？还有，太子让俺找一个账本。账本？蓝皮封面的，挺厚一本。太子说找到了，带回去给俺1000两黄金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没，俺连世子的书房都没进去过。那你是怎么暴露的？俺多要了1次赏钱。太子觉得俺贪心，就想灭口。那除了账本，你还知道太子其他什么秘密吗？太子那画本不是他自己写的。我们知道他找了枪手。不止，枪手是城南的一个落地秀才，姓孙。太子每月给他20两银子，写好了太子再抄一遍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太子在府里挖了通密道。密道？通向哪儿？通城外。俺帮着给运过东西，好像是兵器，还有账本。太子贪了纸和银子的账本，藏在书房的地道里。俺表哥说的。这些话你敢去官府说吗？俺现在还有退路吗？张翠花的供词都在这。枪手密道，私藏兵器，他墨何款？很好，但这些还不够，我们需要物证。可是账本和密道都在东宫，很难拿到。那就等太子自己把证据送出来。殿下是指城外庄子战俘，只要他敢放人，那就是通敌铁证。到时候搜查东宫，名正言顺。程烨又要去冒险。账本必须要拿到，这是太子贪腐的证据。
比他贪腐的罪更值钱。可是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要帮忙。怎么帮？制造点动静，吸引东宫守卫的注意力。系统提示：风险很高，黄金确实好，也得有命花。我不怕，大不了你就发挥一下，把我们都送回去。没有黄金我也认了。放心，锦鲤在此。西门角今晚是李三当值，他贪杯，这个时辰应该醉了。让他们过去。书房在东跨院，要过3道门。走小路。灯还亮着，里面可能有人。什么人？这个时候还在书房？不知道。走水了，西院走水了！你在这守着，我去看看。老丈，你这烟雾弹做的不错。边军守夜，吓唬人用的，烧不起来。暗格通常在书架后或者地砖下。张翠花说，在麒麟图后面。啊？贪污合款80万两，私贩军械，虚报3成。密道入口呢？张翠花说，在书房的屏风后面。挖了不到半年，出口应该在城外。那我们还进去吗？记住位置，再回去禀报，时间不够。走。80万两合公款，江南3府的堤坝就是这么快的。这些够定太子的死罪了吧？够他死10次。至于陛下会不会让他死，难说。明天3皇子进宫弹劾，把这些东西交给秦夫人，由侯府呈上。获得关键物证：太子罪证章册，反派覆灭进度更新95%。备注：最后5%需要陛下下旨。畜生！江南水患，死伤数万，就是因为这个畜生贪墨。夫人，现在不是动气的时候。程毅，你做得很好，我会将这些账本送到王侍郎府上，他是刑部侍郎，自然知道会该怎么做。是。陛下，昨夜书房失窃，账册不见了。什么？而且庄子里传来消息，战俘被劫走了。谁干的？不知道，但是今早3殿下进宫了。萧景睿被叫，宫要进宫。今日可有要事？父皇，儿臣有本奏。
儿臣要弹劾太子3桩大罪：其一，私自扣押北境战俘37人，扣押城外私庄，意图不明。父皇，3弟血口喷人，儿臣从未。陛下，臣有人证，昨夜臣部下在城外庄子救出野狼部战俘37名，并擒获东宫护卫头目1名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带上来。太子关我们，说让我们帮他杀人，就放了我们。是太子下令让黑狼部去屠侯府东乡。太子，你有何话讲？父皇，污蔑，定是有人收买他们，构陷儿臣。其二，太子私挖密道，自东宫直通城外，私藏兵器甲胄，远超规制。陛下，臣已派人探查，密道属实，内藏刀枪300件，弓弩50张。太子，儿臣是为了自保，近来刺客频出，儿臣挖地道是为了逃生，兵器是为了护卫。太子殿下，中宫侍卫定额200，而您私藏的兵器足够武装500人，您这是护卫还是谋逆？其三，也是最重一项，太子贪没江南河公款80万两，致使3府堤坝溃决，百姓死伤数万。陛下，这是从东宫书房暗阁搜出来的账本，记录明细，分毫不差。80万两，80万两。假的，真的是假的。儿臣的笔记是被模仿的。笔记可以模仿，印章呢？啊？难道户部的批文印件也是假的？父皇，哎呀，父皇要本宫闭门思过，等候发落。殿下，我们还没到绝路呢，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啊？人证物证都在他们手里，本宫完蛋了，你懂吗？完蛋了！殿下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招。什么？陛下最重颜面，只要这时爆出一些丑闻，陛下为了遮掩，或许丑闻？什么丑闻啊？江景睿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魏渊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只要找一个男人，一口咬定和江氏有私情。陛下为了颜面，事情一闹大，定会压下所有事情，先处理这桩秽乱之案。到时候局面一乱，我们或许就有机会。对，找个男人一口咬定。但是找谁啊？城南有个赌鬼叫刘赖子，只要给钱，他什么都敢说。而且他与江氏户籍上的同乡有几分像。哎呀！500两，就让我说睡了那娘们儿。对，你还得说的真切，要有细节。比如，他左腰上有红痣，左肩有伤。但我真没见过他呀。我告诉你怎么说，记住了，你是他同乡，青梅竹马，在他进京之前就与他有染。懂了，啥时候去闹？明天一早。去京兆尹府衙门击鼓鸣冤。太子已经被禁足，东宫等候发落。但是三殿下传来消息，说太子很有可能
要垂死一搏。不是，太子他都这样了，还这么能蹦跶，狗急跳墙，无非就是泼脏水，想要拖我们下水。三皇子说，太子很有可能要给你伪造一个奸夫。伪造奸夫？这么下流？意料之中。需要我去帮你处理掉那个奸夫吗？不用，让他来。你疯了？那你这不是等着他污蔑你吗？只有他来了，我们才有机会反杀。程烨，你去查查那个叫刘赖子的地系，赌鬼是吧？那他肯定有一屁股的债和无数的证件。好。废太子为成郡王，封三皇子萧景睿为太子，钦此。求解说，苏爽儿，本宫就算死也要拉你们垫背。如果刘赖子失败，本宫就亲自。查到了，那个人叫刘赖子，欠了赌债300两，上周刚被赌方打手打断了一根肋骨。他有什么家人吗？他有一个母亲瘫痪在床，还有一个妹妹在绣坊做工。他如果明天真的去告状，那我们再请2个人。他母亲和妹妹，再请个大夫给他母亲治病。你是想要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打上亲情牌，让他改口？这样会不会太传统了？我是要让大家看到，太子为了脱罪，竟然连一个瘫痪老人和绣坊女工都不愿意放过，还逼迫他们的儿子、兄长去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。行。唉，没办法。为了对付一个傻子兼疯子，只能做这种疯批女主。你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刘赖子说他妈妈的紧，不敢去。啊！刘赖子那个废物，本宫还剩多少人？殿下，现在风声太紧，三殿下，本宫就问你还有多少人？侯府外围还有个埋了5年的暗桩，是西角门的马夫老钱。另外还有御膳房的远房表亲。够了，让老钱做件事。啊！放火！放火！烧东香呀！啊！哎呀，不用烧死人，只要一起火就能制造混乱。这一乱，本宫在侯府安排的人就一动手。可是东乡守卫森严，所以才要放火呀。这火一起，都去救火，守卫必定有空隙。这是最后的机会。对不住了，强姑娘，俺儿子在东宫当差，俺不能不听啊。老钱，程护卫，大半夜的还忙活呢。夫人饶命，是东宫逼俺的。他们说俺要不干就杀了俺儿子。太子让你放火干什么？太子让俺放火为号，起火之后趁乱让外人进来。外人？应该是黑狼部的残党。你儿子在东宫做什么？养马，就是个马夫。去太子府把他儿子弄过来，咱们侯府正好缺个马夫。是。
这次就饶你性命，是念在你为侯府赶车10年，但是这侯府不能再待了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表小姐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怎么？舅母终于要赶我走了吗？夫人只是有几句话想当面嘱咐你。月如，你可知府上又抓了一个奸细？月如不知。你是不知，可你在无形中成了别人的一把刀。我？太子要的是侯府倒台，是你表哥的命。他们对付江景书和苏爽儿，只不过是在唱戏。至于你帮别人唱了什么戏，我已经不想追究你，也失去了意义。你母亲前几日来信，说在江南给你寻了一户人家，对方家世清廉。3日后，你便收拾行李南下。舅母，月如知错了，月如真的知错了。我只是以为他们是来抢表哥的。起来。女子在世，眼界岂能困于后宅？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老钱招了太子，想放火制造混乱，趁乱让黑狼部的人摸进来。那就让他们来。你就这么盼着他们来？来了，才能一网打尽。殿下，老钱失联了。侯府西角门换了个人，我们进不去了。那就用第2套计划。哪儿来的第2套？本宫亲自写封信，你送去给扎哈。您还要用黑狼部？告诉他们，本宫不要他们杀人，本宫只要他们闯进侯府，闹出动静，劫走一个人，随便哪个丫鬟都行。本宫要的是北境蛮族夜袭侯府这个事实。这有何用啊？只要这事发生，本宫就能去朝堂上说，北境蛮族如此嚣张，全因魏渊昏迷，侯府无主。到时本宫亲自请缨，接管北境军务，定有翻身之机。一个人出动静就行。是，殿下说了，事成之后放你所有族人，并赏白银5000两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明晚子时。城南的眼线报，太子的人见了黑狼部残党，很可能要硬闯。多少人？15到20人左右，但都是亡命之徒。告诉秦夫人，明晚天黑之后，所有人不得出院路，还有东厢房的灯笼全部都熄了，换成绳索和陷阱。要不要报官？报，但是跟冯大人说，让他晚一刻，等天狼部的人都来了，再来一个关门打狗。大胆匪徒，敢夜袭侯府，给本官拿下！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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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！黑狼部全军覆没，扎哈被生擒了。又失败了。风声说已经进宫，怕是要奏报陛下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就用最后一招。殿下还有什么计？绑架，
给我把江景书给我绑了！哎呀，不是伪装成山匪，是真的绑。绑了之后，逼萧景睿用太子之位来换。殿下，请您三思呀！这是谋逆呀！而且这个江景书对这个萧景睿也没那么重要吧？本宫都谋逆多少回了，不差这一回了。我，哎呀！东西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迷药、麻袋、马车都在城外十里坡。江景书每月初一去城外白云寺上香，明日就是初一，你们在寺后竹林动手。是，殿下。若失手，不会失手。寺里只有城王的几个护卫，你们内外20人还拿不下一个女子。白云寺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城王三殿下明日午时也会去，寺内外都会有他的人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会派人在暗中跟随。所以，太子真的会亲自动手？他现在是困兽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。不过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将计就计，让他绑。你疯了！哎呀，听我说嘛，他绑了我以后，一定会找个地方藏匿，等着谈条件。而这个地方，很有可能是他最后的据点，藏着他所有的秘密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万一太子真的疯了呢？所以要你们跟着嘛。但也不能跟太紧了。等他到了地方，就一网打尽。就算你再是锦鲤，但只要有一个万一，你被抓去做成鱼头汤怎么办？谁让我相信你们呢？又谁让你们是我的锦鲤姐妹呢？不过我也要玩点小心思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。系统，你看我这演技能不能拿个奥斯卡呀？以后要是真出事了，你可记得捞我。江姑娘得罪了，上！他们果然动手了。跟上去，保持距离，别被发现。就是这里，甘汤国的守卫，约30人都是好手。硬闯？不，等。等？江姑娘醒了。这是哪里啊？本宫的一处私产，连父皇都不知道，委屈姑娘暂住几日。想要拿我换什么？当然是我的太子之位啊！你是不是嘚儿啊你？谁会拿这个位置来换我呀？再说了，那皇帝老子你能同意吗？废话，我生来就是太子啊！我拿回我的位置有什么不对啊？你个山炮，就你丢撞那个浆糊脑袋，活该你个蠢货丢了太子位置。萧景睿若不肯，本宫就带你一起下地狱。不过，本宫真的想看看，萧景睿到了乱葬岗准备换你的时候，发现只有一封嘲弄他的信，他那表情会是什么样？怎么回事？谁？陈王王坤，不管是谁，再过来我杀了他，听到没有？
萧景明，放了江景书。魏渊，你醒了？怎么可能？哼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哎，你别过来！我真杀了他！我操，真让我捞到英雄救美的体验了，值了，世子，我回去一定再给你写个宁上天的新本子。江景明，你敢动他一下，有没有想过你的下场？现在外面全是侯府的人，陈王3殿下的人马也在路上，今日插翅难飞了。那又怎样？杀了他，也该痛彻心扉吧。你个丢转了的驴，哪看出来魏渊是个恋爱脑了？你可以试试，不过我提醒你，在御书房藏毒的那个暗格，今早已被陛下清除。你想嫁祸给大皇子的事，陛下也已全都知道了。不可能！本宫不是忤逆的不孝子。太子殿下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就算现在杀了我解了恨，你再夺回你的太子之位，那皇上还能信你吗？朝臣能服你吗？本宫拿回属于本宫的东西，有什么错？拿回什么？权力？还是尊严？都是，全都是。我生来就是太子，凭什么被你们2个来路不明的女人给毁了？景书，世子，原来你武功这么好啊！你刚那招帅炸了！喂，江景书，好你个恋爱豆腐脑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是你姐妹我救的你。那你就说效果好不好吧？刚刚太子是不是吓了一跳？然后让他破绽百出。也是为难你了哈。身子刚刚好，应该还虚着吧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的心可真够大的，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怎么办？我才不会怕呢，我们可是锦鲤姐妹。还有你，咱们也是过命的交情了。嘿嘿嘿。不过谢谢你啊。不必，是你们救了我，又因为我受累，我尽我能力的帮忙是理所应当的。不止这些，还有山神庙那些。其实你们每次来探望我时说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江姑娘，苏姑娘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知道太子那么多秘密，又好像对我的事情也全都了如指掌？完了完了，系统救命！剧本里没写这段。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对了，江姑娘，还有那1万两黄金的事。果然是陷阱，魏渊和江景书说对了，本王成了他们的幌子。不过，本王也没带太子一起，扯平了。魏渊一醒，这盘棋倒也就活了。纵火，勾结外族。绑架弑君，这个太子啊，景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
父皇息怒。你指吧。皇兄罪证确凿，父皇颁旨废黜，现已圈进宗人府，其党羽皆在按律严惩。此番多亏了世子和2位姑娘。那个世子再度沉睡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想必很快就会醒过来。秦夫人，您不必太过担心，太医不是说了吗？只是睡得沉了些，并无大碍。大概是刚刚苏醒，却又经此大事累到……谢成王三殿下，哦不，谢太子殿下，老身无碍。太子殿下运筹帷幄，我侯府只是顺势而为，只是苦了世子，还有2位姑娘。刚刚明晰2位姑娘的搭救之恩，现在又要等她醒来才能兑现承诺，还望2位姑娘在府上多住些时日才好。夫人言重了，应该是我们叨扰了才对。眼下的大事终于结束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结束了吗？可我怎么觉得好像才刚刚开始。同感，太子虽处，残党难尽。2位作为世子的重要证人和救命恩人，若不嫌弃的话，本王有一处闲宅，可赠与2位姑娘。任务完成，奖励京城载体1座，奖励黄金9000两。系统，你做人不地道。说好的1万两呢？就是，这是我们千辛万苦、玩命完成的任务。做梦。你要的东西带来了。滚在地狱等你们！二哥，那够了吧？该干正事了。